皇上，这名皇贵妃死后几年，便有传言说臣妾嫉妒她生下长子，所以害她难产而死。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。臣妾发誓，用富察氏100年的荣光和福祉发誓，这名皇贵妃之死绝非臣妾所为。那惠贤皇贵妃呢？她自然作恶多端，谋害皇嗣。可陷害如懿进冷宫，难道就没你的事吗？你到底对如懿做了些什么？臣妾没有，只是不满。她养育有皇，又躲嫡之心，所以才信了他做的恶事。臣妾发誓。皇后病糊涂了。要是誓言真的有用的话，还要纲纪法度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一生所为，无不是为了保全大清的血脉，为了对得起富察氏列祖列宗，用血汗换来的荣光。若不是逼不得已，臣妾何必置人于死地？朕曾经要如懿做嫡父亲，所以你对她百般提防。惠贤皇贵妃的阿玛高斌也为你所忌惮，所以一早你便送了珍贵的花镯，防止他们有孕。即便是如懿进了冷宫，你也想尽办法置她于死地。原来这些事情你一早就知道，却隐忍到今天才来问臣妾。是，臣妾是不想他们抢在臣妾身前有孕，也是深恨乌拉那拉氏咒死臣妾的勇烈。而在踏入冷宫之后加以搓磨，可是冷宫闹蛇之事，乌拉那拉氏中砒霜之事，臣妾真的不知是谁在冤枉臣妾，是谁要害臣妾？没有人要害你，也没有人害得了你。这些年你的所作所为，朕都略知一二。作为一个皇后，你算是得体，但若朕戳穿你，你就会成为朕的江山岁月里的一个污点，也会让皇室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原来你只是为了这个。你是朕的发妻，多年的恩情自然不浅。你的过失，朕是念在皇室的颜面，以及富察氏的名望，还有咱们的儿女，朕就不提了。皇上圣恩滔天，您圣明聪明，但冷心冷情，亲近之人会为此所伤。事到如今，臣妾做的错事，臣妾自己担着。可若来日
无论谁为继后，只怕下场不会好过臣妾今日。臣妾就睁着这双眼，在天上看着，在天上看着。今生的事还未定，皇后就想着后世的因果。难怪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喊着一报还一报，但如今这些报应都到了谁的身上呢？你是不是自食其果，后悔难当？皇上，皇后，好生歇歇吧。皇上，皇上，丽玉，你伺候朕与皇后那么多年，你认为皇后是一个恶人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虽是六宫之主，也是寻常女子，一样有爱恨情仇、喜怒哀乐。朕还记得，朕娶皇后那一日，皇后和朕说过，愿用富察氏的100年荣光，伴随朕的左右，为朕生儿育女，做一个贤良妻室。皇上当心。可朕与皇后的孩子，一个个逝去，只剩下景色。如今景色也要远嫁了，这10数年的姻缘，难道只剩下猜忌，还有怨恨吗？皇上伤心，过于忧思。您情深义重，一直陪着皇后娘娘，也要当心龙体呀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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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后娘娘崩逝了。皇后娘，皇娘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说过你要带女儿出嫁的，皇娘。皇后娘娘，你怎么就扔下我们走了呢？我们哪儿来的主心骨啊？沈贵妃，切莫哭泣，这儿一团伤心，还等着您发号施令，才好办事啊！皇后娘娘骤然崩逝，咱们虽然不是在宫里，但是一切都要办得体体面面的。是，一切听从纯贵妃安排。一切都打点起来了吗？是。船队和工人尽皆缟束，纯贵妃也上了清阙房料理丧仪。她倒勤谨，你陪陪朕吧。是。
嘉妃娘娘说，皇后娘娘落水有蹊跷可查，可是有眉目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主儿在皇后娘娘落水处附近拾到的，也不知是哪位娘娘落下的，落的地方那般巧，你说会不会跟皇后娘娘落水有关？这么一说话好眼熟，好像是。皇后崩逝，但许多事情，她还是至死不认。至死不认，做下的事儿也是做下了的。朕知道皇后，她在乎朕，在乎名位，在乎大清的嫡子，在乎富察氏的荣耀。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她放不下的事情。皇后以富察氏的百年荣耀，还有福祉，向朕发誓，折命皇贵妃难产而死，冷宫放蛇，勾结惠贤皇贵妃，谋害皇子，以及拟中砒霜之事，她都毫不知情。臣妾不信。素殿和莲心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心腹，不如传素殿和莲心来问话。来人，奴才在。传素殿和莲心。这皇上不必去唤素殿了。素殿已经触柱而亡，殉了皇后娘娘。素殿殉主了？是。皇后娘娘崩逝，清阙坊本有许多要事要料理，莲心便寻不着素殿，只好知会奴才一起去寻。谁知后来在岸上远里的石桥边上寻着时，人已经在石桥的柱子上撞死了。殉主是光明正大的事儿，素殿为何偷偷的？李煜，你让玉壶去查查素殿的尸身。莲心呢？莲心不安，已随奴才过来了，正在外头候着呢。让他进来。这。皇上晚安，贤贵妃安。莲心，皇后的病不是一日两日了。你和素殿同处一处，可知她早有殉主之意？素殿一直牵挂家中病弱老母，希望来日可以出宫侍奉左右。素殿牵挂家人，那怎会突然殉主？莫非是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畏罪自裁？李公公，素殿是皇后娘娘的奴婢，她若有罪，那皇后娘娘成什么了？若想自裁，素殿也不必惦记着家人了。是，皇上，奴才失言了。莲心，皇后娘娘和素殿都做了什么？你总该略知一二吧？奴婢自回到皇后娘娘身边伺候，许多事奴婢因未能近身，所以茫然不知。奴婢侍奉皇后娘娘多年，也算知道她心性。皇后娘娘虽然爱子情切，将端惠太子之薨迁怒于您，也忌惮您曾是嫡府进人选，但奴婢觉得许多事她犯不上去做。为何犯不上？皇后娘娘会因私心而行事不当，但许多事她无谓去做，更怕做了会牵连她最重视的富察氏荣耀，还有她日夜期盼的太子之位。如意，皇后的丧仪，往后你还要多操劳。夜深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素殿也算是伺候皇后那么多年，
他的身后事，朕要交代莲心几句。是。莲心，你能为皇后娘娘说这些话，也是难得。这珠花好生眼熟啊！这姑娘到底怎么死的？额头碎裂，颈椎断裂。若说不慎摔倒，磕在台阶上身亡，也可；若说是被人暗害，也可。你们都是地方上的好仵作，今儿这差事只许做好，不许外传，否则的话，就是个死。小人明白。丧仪的事情务必处处仔细。是。眼巴前儿虽然不是在宫里，但是一样要体体面面的。是。大行皇后的丧仪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，再去查看一遍吧。这。姐姐，嘉妃妹妹，你有着身孕，怎么还过来了？一想到大行皇后，便伤心的难以入眠，所以想来给大行皇后磕个头。嘉妃娘娘对大行皇后的恭敬，臣可谓是后宫的表率。我有什么可表率的？大事当前，陈贵妃姐姐说什么，自我而始，无有不从，一定以姐姐马首是瞻。姐姐，大行皇后不在了，许多事谁做得出色，就有可能成为继后。同样都是贵妃，宁可有儿子，别被他比下去。谢谢妹妹。若以后真有那日，定不忘妹妹今天的提点。可心在，转告贤贵妃，今夜请她早些休息，明日再一同来料理丧仪。是。娘娘让您今天先休息，明天再准备丧仪的事。替本宫多谢纯贵妃。是。大行皇后方才崩逝，便有人忍不住要出这个风头了。这个时候事情总得有人料理，纯贵妃心细，就由着她去吧。纯贵妃的事情可以由着她去，但方才姐姐提起，皇上说大行皇后临终前不认曾经伤害咱们的种种，这事儿也由着她去吗？海兰，大行皇后如此在意富察氏的荣耀，有些事儿，也许她真的不会做。我们会不会冤枉她了？我倒觉得，为了她的族人，就算是她做下的，她也不会认。有些事就算不是她亲手做的，阿若的事，惠贤皇贵妃的事，和她一定脱不了干系的。人也过身了，说也说不清了。你说我们和皇后娘娘纠缠这些年，争来夺去的。海兰，这往后的日子又会是如何？谁知道呢？姐姐，有些事真不能想那么多。旁人的人生可以删繁就简，安稳过一生，可咱们的日子一脚踏进了紫禁城，注定就得过上今日重复昨日，永无止境的日子。
咱们只能竭力的活着，否则，明日躺在那儿的，就是咱们自己了。这些话，是姐姐当年教我的，我一直都记得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些事情有可能苏炼知情，而大秦皇后未必知情。苏炼是大秦皇后的心腹，她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不都是受大秦皇后指使吗？大秦皇后出身闺秀，哪里懂得什么食物性温性寒，便是什么蛇眉饮蛇之事，也是丝毫不懂。你的意思是，除了苏炼和大秦皇后，还有人牵涉其中，背后指点？大秦皇后平日除了与惠贤皇贵妃来往较为密切之外，还有谁？纯贵妃、嘉妃也常常来往，但嘉妃与惠贤皇贵妃面和心不和。嘉妃平日口无遮拦，是个直性子。纯贵妃心里只有孩子，其他也没什么。那奴婢也不知了。总不会是富察夫人指点吧？罢了，你肯跟朕说这些，已经很好。朕许你出宫，好好度日吧。奴婢多谢皇上。